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订阅我的频道，读懂 K 线背后的秘密。今天是北京时间2022年12月29日上午的9点39分，在这里呢为大家解读比特币的行情。首先呢，我们还是看一下外围市场道指的表现呢。那昨天道指出现了一个1.1%的下跌啊，那这样的下跌下呢，让道指重新回到了日线级别的一个8界阴线的势力范围。我们看到啊，12月15日这一天，道指出现了一个标志性的下跌阴线啊，也叫悟空阴线。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悟空阴线呢是有别于反弹和反弹之后的震荡行情突然出现的标志性的下跌啊。这根阴线呢，我们管它叫悟空阴线啊。悟空阴线走出来之后走8界阴线，但是8界阴线后面的行情当中出现了反复的磨人的震荡，甚至反弹到了10日均线附近，但是10日均线呢一直处于一个压力位的状态，所以呢，这轮行情我们又重新看到了一个8界阴线组的复活。那么在8界阴线的预期下呢，下方我们有沙僧阴线和唐僧阴线，最终呢，我们的目标点位是在32000点啊，形成一个日线级别的下跌西游。那本轮行情它的反弹过程呢，是起始于28600点附近啊，这个低点呢是由波谷连线构成的低点啊。这个低点开始的反弹呢是周线级别的反弹，在周线级别反弹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悟空阳线、8界阳线、沙僧阳线组合唐僧阳线。唐僧阳线出现之后，行情又往上啊略微走了一小段。那么往上走的一小段呢，我一直认为它处在一个筹码的密集区啊，一个从去年5月份至今的筹码密集区。所以呢，根据我们 K 线西游战法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的原理啊，周线级别上涨西游之后，有可能出现日线级别的下跌，并且这个日线级别的下跌最终呢可能引发周线级别的下跌。那么周线级别上我们可以看到啊，悟空阴线出现了，8界阴线组出现了，那么周线级别就可能走沙僧阴线和唐僧阴线。最终的周线级别下跌呢，可能会让道指重新回到下跌通道上来，最终出现平行于2020年2月的极端行情。如果极端行情出现啊，比特币呢必然会迎来一轮暴跌。从比特币的 K 线系统当中可以看到啊，整轮行情它的每次的反弹，它的最大的时间级别是日线级别反弹，而我们看到美股呢，它最大的反弹周期呢是周线级别反弹。所以从时间级别这个角度来看，比特币始终处于一个弱势的姿态上啊。在行情当中啊，日线级别上我们看到美股出现一个较好的反弹的时候，比如说12月21日啊，12月21日这一天啊，美股出现较好的反弹，但是比特币的反弹的力度也是非常弱势的啊。总而言之呢是美股上涨，比特币它的反弹力度不足，美股一旦下跌，比特币必然跟随。那在这轮行情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底部位置在4小时级别上形成了4次的等位置波谷。等位置波谷形成之后，并没有出现一个新低啊。这个如果出现新低呢，就将符合我们江恩4次等位置波谷法则，但这个位置上没有出现新低，形成收敛三角形之后，在近焦点位置上发生了4小时级别反弹，顶到$18300之后开始一路下探。这样的话在日线级别上行情，我们通过合并底部的波谷位置，可以重新看到4次等位置波谷在日线级别已经产生，那么就符合了江恩的4次等位置法则。那么如果等位置法则出现的话，很容易出现新低。那行情走到这里面，我们在前面的结构当中，11月8日看到了一个悟空阴线，11月9日呢看到了8界阴线。那么后面所有的震荡呢，都是围绕8界阴线做的回补动作可以归纳为8界阴线的一部分，也是8界阴线要杀妖除魔斩妖除怪要面临的这些干扰和妖怪。杀死这些妖怪之后，行情当中就有日线级别
沙僧阴线和唐僧阴线的预期，最终可能发生的是日线级别的下跌西游。那么走到这个位置上，我们可以看到在4小时级别上，我一直强调的一个压力位呢，就是在17000美金。17000美金是4小时级别1440均线和169均线粘合的位置。所以呢，最近几天行情当中，我反复强调你要在17000美金有一个仓位有一个空单。在这种情况下呢，上方再往上一点的压力位正在不断下移。我们看到这条压力位呢，是由9月份波峰连线连过来之后在18300这个点形成了一个第一个压力位。那么再往后的压力位呢，我们看到随着这个下跌趋势线它的压力位是不断下移的。那么目前为止，它的压力位已经下移到17500美金附近不断的往下走。所以呢，在17000这里布局空单之后，你如果出现反弹的话第二个布局的仓位是在17500美金在17500美金。那再往上走呢，如果行情还有可能出现强烈的反弹再往上走的一个压力位呢，就是在18500美金附近因为18500呢是前面行情当中形成4次波谷之后构成的一个结构性的压力。那么我们看到了它的压力位呢是不断的下移的，所以呢你要有空单，并且目前是处在4次等位置波谷的江恩法则的这个趋势上。如果美股在今天晚上跌破了前面低点32569，跌破之后呢，必然会形成日线级别的什么呢？沙僧阴线。如果沙僧阴线在美股出现的话，比特币必然会跌破前面的平台期。这个平台期呢，大概是在16000点，跌破16000点，行情就会有可能出现日线级别的沙僧阴线这会让日线级别下跌西游得以最终出现。同时呢，我们可以看到周线级别上10月7日这根周线级别 K 线，这根阴线呢，我们管它叫标志性的悟空阴线，周线级别的悟空阴线，后面所有的 K 线呢都是围绕悟空阴线展开的。所以呢，我们管后面的所有的 K 线，所有的震荡都叫妖怪 K 线，干扰了我们对行情下跌趋势的判断那么接下来呢，周线级别如果出现悟空阴线、八戒阴线、沙僧阴线、唐僧阴线呢，我们给出的目标点位是在10500美金。那以太坊在周线级别上，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悟空阴线出现之后八戒阴线组走的非常复杂，后面走出了沙僧阴线周线级别的沙僧阴线呢，代表了我们的人生多震荡目前正在不断接近1100美金。如果跌破1100美金，在周线级别上，我们将会看到唐僧 K 线唐僧阴线最终形成周线级别下跌西游完成之后，它可能会做出4到6月份的这种平行式结构最终呢会带动以太坊的价格到达我们给出的一个目标点位260美金。那在日线级别上，我们同样可以观察到10月8日和10月9日同比特币类似的是出现了一个日线级别悟空阴线和八戒阴线。那么再往下走呢，就是日线级别的沙僧阴线和唐僧阴线。同时呢，我们可以打到4小时级别线上，可以看到上方压力位呢是在1250美金在这个位置上是可以布局空单的并且这个位置反复提及过。还有一点就是当前结构是在一个收敛三角形，也就是去年5月份波峰连线和底部波谷连线形成的这个收敛三角形当中，目前呢已经在接近焦点的这个区域上。我们看到这里这个位置接近焦点前和接近焦点后这个区域，整个这个区域呢都是容易发生变盘的这个位置。所以呢，行情一旦跌破1100美金，日线级别将会出现沙僧阴线并且更大时间级别上，周线级别可能会有唐僧阴线的出现最终呢会跌破底部的这个1100美金的这个重要支撑跌破结构之后，行情可能会有一个加速下跌的过程。然后我们回到以太坊对比特币的这个交易对上来，在这个交易对上，我们可以看到周线级别上在9月份就已经出现了一个悟空阴线，后面所有的 K 线呢都是对悟空阴线的干扰。那么如果
以太坊和比特币的交易对出现周线级别的下跌洗油，意味着以太坊也会有一个加速下跌的过程啊。前面4到6月份出现了一个加速下跌啊，那么这里面可能出现一个平行对称式的加速下跌。平行式结构啊，在行情当中非常多的出现啊。我们看到上涨的时候它有平行结构，下跌的时候它还有平行结构啊。4到6月份的这轮下跌过程还没有出现平行结构，所以呢，当前就有机会走出这种平行结构啊，最终导致以太坊的跌速增加。那打开我们的多空数据实时跟踪系统啊，这个系统是我们自己做的啊。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啊，在4小时级别的啊这个多头趋势上，仅仅有3个币种，这3个币种呢，还有2个是ADA 档和 BTC 档啊，这2个代表它的3倍的下跌。代表 BTC 和 ADA 的3倍下跌。那么对于多头来说，4小时级别上涨的话只有 ANT 小以只有这一个币种我们可以看到行情当中几乎全面都是在下跌过程仅有 ADA 是有一个略微的上涨趋势ADA 是有一个略微的上涨趋势ANT 说错了，更正一下，是 INT 小以这个币种呢有一个上涨趋势那么我们看小以它是处在一个箱体结构当中所以呢这个位置呢还不适合进入不适合介入。那么几乎整个市场都被什么呢？空头所笼罩都被空头所笼罩。特别是对于 BNB 的这个结构来看，我们看到它处在一个收敛三角形接近焦点的这个位置上这个位置呢非常容易出现快速下跌。那么这个快速下跌呢，我认为也是要结合美股结合比特币最终它可能出现这个快速的下杀。它单独可能不会直接往下走，即使说币安平台有一些利空也不会走独立的，因为我们看到BNB 整轮行情是非常稳健的它在这个结构上走势非常规律拉升之后，然后挖坑掉到黄金位之后再度拉升，首先缓跌之后缓涨缓涨之后再度急速拉升，急速拉升目前是形成一个高位的横盘震荡并且这个震荡时间非常长几乎是长达1年半从21年5月一直震到至今BNB 的最大跌幅呢目前也仅有70%这个跌幅呢是落后于以太坊和比特币的，所以呢整个市场来说，目前排名第5的 BNB 走势非常稳健，但是这个结构，我认为你如果抄底的话，耐心等待它进入黄金坑之后再进行抄底是比较稳妥的这个我们给出的目标位呢是$100以下当然了，这里面是存在支撑的，这个支撑线呢是由18年底部和20年底部这2个点连接过来之后在$70附近构成了一个支撑$100以下，100到$70是我们做 BNB 现货抄底的一个合理的位置。那么对于 FIL 这个代币来看它上线币安之后一路上涨10倍10倍上涨之后，然后下跌了100倍。低点在$2.4100倍的下跌之后，它的残值仅有1%高点的1%。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目前已经构成了一个浪子回头币种，并且呢，我们看到前面行情出现了一个小日线级别的2根阳线那么也就是4小时级别的一个上涨吸油。4小时级别上涨吸油之后快速下跌它的上涨是由利好构成的要空投一个币持有 FIL 要空投一个FIR 但是呢这个利好呢在短时间出现之后拉升动作并不强烈，拉升的时间级别远远不足重新回到了下跌趋势。但是 FIL 这个代币在100倍下跌之后已经进入到这个黄金坑的位置，所以呢在未来它的下跌空间已经不是很大可以对这些已经100倍下跌的
币种有一个小的观察仓啊，在这个观察仓基础上建立和它的联系啊，它未来的波动呢才和你能产生更多的关系。我们看到市场上好多这种币种啊，像刚才说错了的 ADA 啊，都是出现了这种百倍时间级别啊，100倍价格的下跌啊。那么目前来看啊，已经非常具有价格的优势啊，但是这个你要和它建立一定的联系啊，要有一定的仓位啊，特别是在年底这个行情当中有一个仓位之后呢，过年的时候有可能会出现啊，有的币种出现一些拉升动作，然后我们前2天做的 Luna C 啊，最近出现了一个快速的回调啊，昨天的一个下杀动作、回调动作啊，已经跌幅超过10%，这样呢，让它啊重新回到了下跌的趋势当中。所以呢，我昨天视频里啊就提示大家啊，应该减仓，适度减仓之后，耐心等待它重新启动的机会。那么我们看到啊，小日线已经跌破了啊，跌破之后上方0.00015就构成压力了啊，构成压力之后，我们要重新找机会啊，怎么找呢？也是从15分钟级别找啊，15分钟级别上我们可以看到啊，140均线和169均线正在不断下移啊，随着它的下移和这个50日均线和10日均线啊，它会形成啊交叉点啊，这个交叉点呢，我们可以理解成金叉啊，反弹上来之后，我们就可以找到一个止损的位置，这样呢，我们再把时间级别逐渐移到小日线级别、4小时级别、日线级别啊，逐渐上移之后啊，找到我们上行过程当中的目标位啊，这个昨天讲了很多了啊，主要就是有一个观察的均线啊，一个操作的均线。啊，操纵的均线呢，突破观察均线之后，只做多不做空啊。跌破的话，我们要对于现货来说要止损减仓。那么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关注，希望大家能够订阅我的频道，感谢大家，再见。